我叫杨洪生，今年52岁，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感情。2年前呢，我认识了一个来北京打拼的一个女孩，叫张颖。她不管是在我的歌唱道路上，还是在生活上，她对我的帮助都特别的大。慢慢我们两个人也就好上了。当初我和她的交往呢，不顾家人的反对，尤其是我儿子。他的儿子跟我年龄相仿，别人看我那种眼光，还有一些流言蜚语，都让我觉得有点压力特别大。他反而不太理解我，还特别的猜忌我，让我有时候感觉特别的烦，甚至透不过气来。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想要离开我？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要分手的话，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做很好的朋友，我还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他。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爱情的道路上总有那样的麻烦和坎坷，他们面临着很多他们认为不可以跨越的问题。这些问题能被跨越吗？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来，有请。杨洪生，男，52岁，来自北京传媒公司主管，年收入6万元。张颖女，28岁，来自河北，歌手，年收入8万元。来，有请两位，有请。你好，特别有派啊！谢谢。当时看上他就是这个派头吧？对，一个是外形比较有这个艺术的气质，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看外形好看啊，怎么看出的内涵的呢？当然是我们在日常接触的时候，最初我拿他是当我的老师，是我去他们公司应聘，然后我是想当歌手唱歌，然后但是他觉得我还把握不了这个舞台，不能够像一个明星一样，于是就让我在他公司当文员，然后他对我的这个生活起居特别的照顾，因为我自己就不会做饭，每天我的就是正餐就是方便面，早晨也不会吃。有一次就是因为老不吃早饭，我就胃疼。他说你怎么这个就是胃疼啊？是不是没有吃早饭？我说是。然后从那之后，他每天都会为我准备早点。但是我感觉这个老师当时还是这有点关心过度吧，杨先生。还是觉得他。你会给每一个公司的员工都带早餐吗？不一定，因为他比较特殊嘛。他特殊在哪儿呢？他的工作能力超过任何一些我的员工，所以呢，老说傻乎乎的，不像别人似的，人家大家都在排练着，我一边工作还要跟着艺人去培训，然后他说人家都休息了，你怎么还在那一边边练啊？说你不累吗？然后我想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可能是对我是一种觉得我来这儿不容易，所以才对我那么好的。反正就是关爱有加呗。当然也有想法了。什么时候有的？慢慢的接触吧。这个窗户纸总要有人捅破哈。这层窗户纸是谁捅破的？我们主要好就是在那天，就是因为我发烧了，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然后我一开门一看是他来了，他说你都发烧这么厉害了，你怎么不去医院？然后后来就一连照顾我3天，这样我们俩就好到一起了。我看资料他是28，对，您儿子是25，是。当时好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年龄差和这种压力吗？他的儿子根本就不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我们俩的那个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并不是说我受不了别人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个我也挺委屈的。最主要就是他尤其是最近这2、3个月，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很温柔，现在他脾气特别的暴躁。怎么会呢？然后就动不动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冲我又皱眉又瞪眼，就跟我大吼大叫。因为我会跟别人去联系演出什么的，然后他又说啊你在干嘛？他不会认为我在去跟人家谈事情，他认为我在勾搭别人。我觉得他吧，感觉确实有些做法让我看不惯，比如他现在事业做大了，应酬也多了，而且电话来的也多了，网上尤其老聊天，聊的都是有一些暧昧的那种。
所以作为我这个岁数的哈，我绝对有人看不惯。现在聊天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已经给他解释过很多次了。因为我现在参加了一个两岸四地青歌赛，他现在这个环节就是要把你的歌曲这个视频放到网上去，让人家去点击。那我肯定是要通过 QQ 这种形式，甚至是加入群，然后去让别人去看，说这是我的视频，让大家来看。人家都是鼓励我的话，说哎那个你形象挺好的呀，那个身材挺好的，没有说过分的话。对于我来讲就是很正常，他就不那样认为，他就认为我现在就天天在聊天，而且都是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聊天。最可怕的就是有一次那个我打电话，人家说哎看了你的视频，说那个给我介绍一个地儿去参加演出，然后我说我说您介绍我去哪儿哪儿，然后他一听是介绍，他就说介绍你去干嘛，就特别狠，抢过我电话就给摔到地上了。哦，杨老师还会干这事儿啊？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聊得太过分了，所以我听不进去。而且这个那种暧昧的，怎么暧昧法啊？就是说我老跟人说说笑笑的，然后这怎么这个肯定是看不惯。而且像你这个吧，你是难道是为了说？不是，那我给人打电话，我就说您介绍我去参加那活动啊，好谢谢，然后就完了吗？那我肯定就是很客气的，这些都是应酬，这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暧昧，说什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没有这样的词语，怎么就成了暧昧呢？因为我是喜欢你的，因为这个感情这东西啊是自私的，我不愿意让别人去夺走你，真的。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当时咱俩为什么在一起，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对吗？我觉得外边的诱惑力太大了，我怕你上当受骗。其实这杨先生，我插一句哈，您看您自己也是做公司的这种事儿看得很多了。如果你跟一个艺人好，可能你就要面对这些事儿。但是您这人生阅历不可能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呀。不是准备，因为我毕竟有过这种失败的婚姻，因为我毕竟得要慎重一点，因为我对他吧抱了挺大的希望啊。您这个离异多久之后认识的他呀？离异有3年了。哦，为什么呢？感情不和吧。哦。多种原因啊。所以呢，我觉着，我既然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我要珍惜他，我要呵护他。除了工作上的这种东西，给你们日常生活带来困扰。还有什么？儿子算是一个困扰，坚决不同意，对不对？哎呀，为了他，真的我也挺委屈的啊。说句心里话，我为了他，我真是跟家人都闹翻了啊。本来今天应该也是来到现场，结果我给他打电话，死活不接啊，所以弄得特别尴尬。那您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呢？从心底啊，我是真的喜欢他，我也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继续发展。一说他觉得他委屈，那我也有我的委屈，就是还是提到他儿子问题。他儿子25岁，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接触到第一笔钱，我本来是希望我们关系也能走近一点，因为我要跟他好，必须得能够让他儿子先接纳我。我去请到孩子吃饭的时候，他儿子来了，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你个小妖精，然后扭头就走了，整个餐厅都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然后包括我们2个人出去在一起，别人看着我都好像认为我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为了帮搭款似的跟他在一起，没有人去了解到我们是真正是因为感情在一起。这个不需要别人了解。这是我受委屈，但是我并没有拿这个说，因为人家看我们的眼光不好。那你父母怎么看呢？当然父母是不同意的。坚决不同意。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做一个分析。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于老师，其实刚才那个张爷也说了，一开始喜欢杨先生就是因为外形还有内涵。我看到资料还写到你还会吟诗啊，这样有气质的男人的确让人喜欢。另外呢，就是说您可能会抱怨说，你看他翅膀硬了，然后他可能要走，觉得心里不平衡。我付出那么多，但有一点，在说他变了的同时，你也变了。原来那个儒雅气质，现在变得也比较低级了，和普通男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那么你就不是他所心目当中那个有魅力的男人了。说句心里话，我是想感化的。这个忘年之恋这个说直白一点就是老年痴嫩岛这网上一首诗是这么写的，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大难没钱行不行？不行。忘年如有真情在，大难下岗来不来？不来。如果杨鸿生他虽然有儒雅的气质，但是他如果不是一个做公司的高层，如果他没有能力在演艺事业上帮助你，他只是给你一种如风如袖的这种爱，你会跟他走在一起吗？
因为开始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说他能给我更多的什么帮助，包括现在就是他曾经给我的，在我歌唱事业上的帮助，就是除了在他那一边工作之外，然后就是可以去参加一些个培训。我觉得很多的努力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历史是如此的偶然，我们有几次都是一个艺人和他的经纪人上来，后来成为恋人，但是艺人一般都会说我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对方好像没使上什么劲儿。一个人在这一辈子过程当中，总共有3种需求，一种是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理需求。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反对忘年之恋呢？物质需求，此一时彼一时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没有。精神需求有一台电脑就可以了，可以网恋嘛。生理需求怎么办呢？而且杨鸿生，你过高的估计了对他的控制能力。你是做生意的，你很清楚。控制与被控制不过是硬币的2面，你在控制他的时候，你也在被他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啊，该放手的就放手。我认为张颖一定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谢谢。听听你们朋友们对你们这段感情怎么看吧。我们进入到踏浪旁观者清。我是那个张颖的那个大姨。大姨同意他们俩谈恋爱吗？我吧就也是反对，跟他父母一样。完了，我刚一看他那岁数哈，跟他的岁数相差太远了啊，差20岁呢，你想想能处在一起吗？啊，能合在一起吗？是那个鸿生的好朋友啊，他因为跟张颖呢喜欢张颖呢，喜欢的呀，那个没法说，这爱情呢没有国界，没有大小之分啊。我呢，我赞成他们的是让他幸福，永远幸福着。我想问一下这位嘉宾，鸿生的朋友啊，请问一下，如果有条件允许的话，您也发生一段这样的忘年之恋，您有这个期望吗？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一想吗？对，会吧？是吧？那我再说一点，其实你看，多半搞文艺的男性，心态都很年轻，很感性，这或许也就是他们相恋的基础。但像刚刚于老师所说的一样，这种感性那种优雅已经没了。杨鸿生现在也跟普通男人一样了，管3管4，管里管外了，那么这份基础就没了呗。如果你依然能够不把这个爱情的结果看得那么重要，能够幸福在一起多久就多久，可能这个爱情还能走得更远。只享受过程，是这意思吧？对，大注意自己呢。60秒钟的表白时间，向对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60秒。张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特喜欢你，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请你原谅我对你的苛刻。不管世人怎样把我的责难，只要你对我爱，我一切甘当。我只想说，我曾经以为我遇到了一段高山流水般的知己，但是没想到他现在变成了洪流。你给我的那些个压力让我现在喘不过气。我喜欢唱歌，我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想坚持我唱的道路，可是你对我的那种好依然记在我心里。如果你要是真的对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宽容，也许我们的爱情能走得更远。没了吗？没了。请回到原位。请关门，麻烦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现场的观众，你们看好他们，请选择订婚；不看好，请选择分手。来，请选择。37.14%的朋友选择了订婚，认为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更多的朋友并不看好这样一段情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杨老师，我相信张颖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也是深思熟虑过的。他做这个选择有他自己压力，别人也许会说，真的他翅膀硬了，把你当一个跳板，翅膀硬了他要走。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结局，你想对他说什么？面对镜头告诉他，张颖，不管你做什么选择，从我心里来讲，我依然深深的爱着你。我希望能理解我。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谢谢。走过不